大家快来看啊！奸商当道，贩卖猎花。诸位，记住这2张脸，莫再受他们的蒙骗。女子做生意就是不行，整日在外抛头露面，能是什么良家子？官府早该将他们捉回去关起来。这秀太过分了！忘情带头闹事都是因为我，是我害了你，牡丹。无妨，不过几句流言而已。待日后我们挽回声誉，定能让大家改观的。不怕，我答应的事情从不食言。我这就进去拿钱，还请诸位在此等候。也正常，无知女流，养得出什么好货？就是，我看这婆娘根本就不懂养花，卖什么花呀？不如去卖笑。就是，区一盆花要80万，养个几天便死了，简直是无良无信。对，无良无信。我看呢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牡丹，大家都被娘子哄骗了。对，他就是干的。大家千万莫再相信这些无良女人。若水滴清月色浓，流淌成炙热长河。欲言未须红尘过，芳华自定如漂泊。蓦然凡尘锁，七岁素颜忘在，笑看风雨泛尘埃。花开应傲骨，迎天色，不凋落，莫负流芳斑驳。我欠待着一字染尽，言儿自会去应的。花开傲骨，迎天色，不凋落，莫负流芳斑驳。牡丹，不等了，打门。对，咱们进去。对，外头的人越闹越大，我快拦不住了。牡丹清点的如何？要不要我帮忙？他马上出来，你先去找账本，一会儿核对清算。牡丹还好吗？好得很，他可是天塌下来能当被盖的人。去吧。哎，把门开开！在里面干什么呢？没钱就出来随我们上官府。谁知他在里面干什么呢？莫不是已经翻墙逃了？各位再等片刻，牡郎君丹马上带着钱帛是出来秦娘子的前夫挑头，故意挑唆买家闹事。你是铁了心要跟我作对啊！各位，砸门！哎，不要！大家还有问题？啥呀？牡丹马上就出来了。后门！那人偷钱！你不要急，再等等。小姐，你恨我拿我今晚冲我来，不要迁怒别人。那奸人哄着你弃我而去，我不会放过他，除非你愿意回来和我好好过日子。不可能！让开！还愣着干什么？你躲在屋子里面就万事大吉了。诸位给我冲进去，把屋子里面值钱的东西都拿走，还咱们的花钱。走！郎君，你应该真只看热闹，不动手啊。洛阳的阵仗不比这小，牡丹应付得了。住手！
钱我已经取来了。方才谁掀的桌子？茶盏价值10文，桌子50文，我从他的花钱里扣除。谁还想砸，请自便。吓唬谁呢？我们砸奸商的东西是替天行道。替天行道，天可会替你输财。方才你们在我花摊上砸毁的牡丹花，都要照价赔偿。若是闹到官府上，只怕会赔得更多。就说，刚刚就被砸了。诸位，王琴跟我有些私怨，这才挑唆大家前来闹事。大家莫要被他利用了。只要诸位听我的安排，不再冒失，都会拿回属于自己的这一份钱。我这生意是想长长久久的经营下去，也想跟诸位交个朋友，大家和气生财，还请诸位好好考量一番。我就说嘛，这位娘子会守信的，你们闹什么？生意，大娘，您先来。热闹看完了，走了。这是您的钱，拿好。让你走了吗？不用了吧。堂堂蒋府后院，一帮人喊打喊杀下一位，连门都砸坏了。若是再伤到什么花花草草、屋瓦砖墙的，这修缮的钱从你月钱里扣啊！啊，郎君，谢谢娘子。下一位。你身为祥瑞之物，却如此胆小，受一点惊吓就躲着不出，有何出息啊？我倒认识一人，明明会怕会哭，却总是迎难而上，从不退缩。带你去拜个师如何？又在暗自垂泪。怎么回回被我撞见？都这样了，你不哭不闹，不求我追加钱帛，倒还有力气收拾这些残花。蒋小花，你的韧劲可比你的花顽强多了。生意出了这样的岔子，我有愧蒋军的期待。当初你信誓旦旦地跟我说，自己的手艺能让我1本万利，饼画的比15的满月还圆。我失望的不是这点小钱，而是我堂堂花鸟使，竟看走了眼。我的养花之才，您并没有看走眼。如今失败，皆是因为我犯了自以为是的毛病。哦，何出此言啊？我在山中挖这些花的时候，虽然知道会对其造成损伤，但是因为我之前曾经成功移栽过多次，我便忽视了自己对山花的经验不足，以为凭借自己的手艺，还有好肥灌溉，可以将损害降到最低。谁知道我没能兼顾到后续的长势，如今将这些花钱退给主顾们也是应当的。我也有愧蒋军的出资，若是您想拿回本钱，撤出这单生意，我接受。你压箱底的钱都散得差不多了，怎么赔我？欢云楼的娘子们可都知道，我后院住了一个伶牙俐齿的种花女。若是因为一顿酒钱把你给逼死了，岂不是砸了我怜香惜玉的美名？做生意，不可以利为利，当以诚为利。既然蒋军你投了我这生意，我就要对你的每一枚铜板都要负责。
待我赚回本钱，我立即还你。行商如作战，胜败乃常事。有了教训，改进便是。我给你投钱，是为了100贯变万万贯。若是只拿回本钱，断了合作，对我而言，就是亏了。是，将军目光长远，我定不会辜负将军的信任。将军，您看，这一片都是我培育的新品牡丹，此花颜色一绝，只是很难开花，所以进价不高。不过我已经改良了此缺陷，并且取名春意晚。我不关心它们什么颜色，我只要它们能为我挣钱。能的，这些春意晚花期长，可以一直开到芍药上市。待入秋以后，我再去挑一批上好的种苗，从头开始培植，并不会再出现移栽的风险。那我下个月的酒钱就指着你了。没问题。不过，还有另外一桩赔偿，你今日就得补给我。什么赔偿？我得了条金鲫鱼，见着皆有好运。可惜呢，他胆小怕惊，我守了他1天，他马上就要出来，却被你这后院的动静给吓了回去。说说吧，怎么赔我？将军，你怎么时而善解人意，时而蛮不讲理呢？你这鱼跟我有何干啊？一码归一码，这可是要进献圣人的鱼，你自己看着办。这养鱼跟养花相似，环境适宜最为重要。这游鱼本来生于江河之中，不若试着给其营造熟悉的氛围，月影落幕，让他认为自己仍处在山野清泉之中，或许便可现身了。取巧小技，人畜皆骗，果然是奸商之才。花鸟大臣不懂驯养，果然滥竽之士。你有经商之才，为商之道，不会不知道售卖鲜花成本高昂，风险甚多。为何不做其他赚钱的营生？花鸟使臣进宫弄气，自然计较美物价值。可是我养花卖花，皆是因为自己喜好，随心而活。对于我来说，这牡丹花便是这世上最珍贵的美好之物。牡丹花娇贵脆弱，毫无用处，只是个空有美貌的玩物。至于你沉迷至此吗？不管他们之前经历过什么，只要重新被插回到土壤当中，便会再次扎根，向阳而生。每每看到这些，我心中就会涌出从头再来的力量。都说有用之人方可欣赏无用之美，如此说来，将军到底是有用还是无用呢？如此牙尖嘴利，吵得我头都疼了。这鱼到底出不出得来？出得来，爸，再等一等。他是不是在这底下？好像在这边。看到了。这么小。有用吧？生意，我有东西给你。嗯，谢谢生意。若不是因为我，王晴便不会这般报复你，你的心血也不会毁掉。
牡丹，我对不起你。说什么呢？来，坐，圣意。你记住，你我之间无需道歉。况且，这花败的根源是在于我，得个教训也是好事儿。你放心吧，这最后一批怀秀香我会试着改良一下，若能将其味壮，花期延长，或许还能卖得出去。哎呀，可咱们的钱，不是赔了主顾，就是用来采买新品牡丹了。这春意晚还等着是最后一次飞，这咱们手上哪还有多的钱帛可用？这生意如何做下去啊？咱们才刚开始经商，不能一遇到困难就放弃，办法总会有的。对了，昨日那位孙大娘为人良善，我们有空的时候去好好谢谢她吧。啊，孙大娘也在西市，好像是卖香粉，离咱们不远。香粉？我们若是将手中的败花都做成香粉，那岂不是能赚回春一晚的花肥钱了？圣意，咱们现在赶紧去找那位孙大娘，跟她请教一下如何制作香粉。哎，走。多亏了你，圣意提醒了我。你这点子可真多。孙大娘说了，这香粉呀，以粟米为底，香材呢铺陈其上，但是这粟米会掩盖香材的味道，导致牡丹香味不甚浓郁。这怀秀香比寻常的牡丹是要香，但是仍然比不过玉兰等花类，所以若是按照传统的手艺制香，恐怕不尽人意。大娘，我想不如我们直接在底粉当中加入花材，这样可以使牡丹香味更加浓郁。您觉得如何？哎呀，行啊！我从未见过哪个香粉铺子往底粉里加香材的，还是这么贵的牡丹。这要是能做出来，定能打出名气啊！可是这样花材的用量变更多了，会不会用传统制法更稳妥些？牡丹香粉与两市已经是独一份了，哪怕花材放的少些，也能卖得很好。咱们既然决定了要做牡丹香粉，那就一定要做到最好，每一个环节都要精益求精，不能只取一个名头，这样才能对得起咱们满院子的牡丹花，对得起每一位信任我们的主顾。那既然大家没有什么异议，咱们开工。行，开工。牡丹香粉制作分为5步，前4步呢都是制英粉。选香材，香粉，中花露，出花露了，出花露了！牡丹，牡丹，快来看。你闻闻，我闻。对了，就是这个味道，香香甜甜的。待将英粉与花露混合，晒干后制成底粉，便到了最后一步，调香。妙啊，牡丹，多亏你的提醒，丹皮气味馥郁，是可以入香的。如此一来，咱们的牡丹香粉自然就多了活血祛斑之效。大娘，这最后一步调香可有什么讲究吗？调香不难，谁人都可以制作。香气浓淡，取量多少，皆看店主喜好。大家都是一起出了力的，怎能因为我的喜好而定夺呢？一起调便是了。圣意，你先。
牡丹高贵典雅，我觉得这香粉也应当淡雅些，更显不俗。你这也太淡了，风一吹就散了。闺门娘子用用还行，我这种干体力活的需要浓郁持久的香味儿。哎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浪费了。咱们剩的怀秀香也不多了，若是调得这么浓，可就做不了几盒了。那倒无妨，我们除了怀秀香以外，不是还有其他许多的花材可以用吗？咱们可以把许多的香粉放在一起售卖，客人呢自然也就多了选择。哎呀，只是咱们制作底粉已耗时许久，又要调香、包香、售卖，怕是人手不够。我倒是有一个主意，既不用纠结香味的浓淡，又可以解决人手不够的问题。这料子花色和去年相差无几，真是无趣。香粉也是，各家铺子还是老一套，姚记的我都用腻了。这香粉的气味好生别致淡雅，是哪家香铺所出？这是娘子贵妃扫得好！哎，谁要你的赏呀？拿走，拿走，拿走！我又不是卖艺的。哎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！我们那边新开了个花摊，刚开业的，大家没事就过去看看我们花摊啊！就在这小旗上，看着没？就是这儿，就是这儿。别出心裁，随愿制香，自选自调，千人千香。这个好，来，拿好您的手来。娘子，这边。以前香铺里的香粉总是过于甜腻，如今总算可以自己调配了。我想要独一无二、吃人心魂的那种，我家存了一些胡椒，可以加进去吗？可以，真的吗？好，谢谢。别出心裁，千人千香，自选自调，大家来看看。盛爷，咱们春一晚的花肥钱，全都赚回来了。太好了！那等这批春一晚全都顺利卖掉，咱们损失的本钱就都能收回来了。不止，到时候还能有盈余呢。盛爷，给你的。生意是我们一起做的，赚了钱当然要平分了。我以你的名义在贵坊中开了个户，这个月的盈余全都存在了里面。过不了多久，你就可以将你胞弟接过来，大家一起团聚了。牡丹，谢谢你。我们之间不需要说这些，日后这便是你的闲心闲钱了。你再也不用看其他人的脸色了。申毅，你记住，以后你只需要做到顺应本心，自由自在。